在佛学经典的传说中，有一位世界之王，他有一旋转的经轮，悬浮于华丽的宫殿之上，他又可以乘坐着它上天入地，巡游四海。当这个形象东传至汉地，却在一位女性身上被表现得最极致，可又极短暂，她就是武则天。但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奇异故事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帝王的帝王梦。唐朝的长寿元年秋9月，寒风萧瑟，这是公元692年，也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即位的2年整。即位后始终惶恐不安的她，正在洛阳的明堂举行仪式。明堂是什么地方？这里也叫做万象神宫，是3年前由武则天在洛阳所建，作为古代中国最高的木质建筑，足有98米，奢华壮丽。那举行的又是什么仪式？武则天要册封自己为金轮圣神皇帝，并大赦天下，大宴7日。我们注意看封号中的金轮是什么意思？这就代表了一个政治象征，转轮王。这是汉地历史上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将佛教中的转轮王加入到帝号中。在佛门传说中，普天之下最完美的状态莫过于一佛一转轮王，前者为修行的圆满，而后者就是皈依佛法后的世界之王。转轮王这个词来源于梵语，字面直译的话，那就是他的战车轮子将压碎一切反抗者。在印度神话中，当代表天命的世界之王出现时，天上将会出现一个旋转的经轮，证明这位君王将成为世界统治者，并开创一个无比伟大的神圣王朝。转轮王是世间第一有福之人，有4种福7种宝。4种福气是富足、端庄、健康、长寿。7种宝物就有意思了，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之前我们在佛门7宝中谈到过，黄金、白银、砗磲、琉璃、珊瑚等等宝物是佛门7宝，但对于转轮王而言，他的7宝却更加的有威德。首先是金轮宝，作为出现在天空中的巨大金色车轮，它可以承载着转轮王巡查四海，同时它也是转轮王的象征，会悬浮在宫殿上的虚空之中。其次是白象宝，这是一种有6只象牙的雪白大象，有100只普通大象加起来的力气，是绝对力量的象征。还有干马宝，这是一种黑红色的骏马，转轮王骑上它只需要1天就可以周游世界，是最好的交通工具。神珠宝，它挂在王宫里面，光彩夺目，整个王国都像白天一样。不光如此，还可以随心所愿，这也就是我们在佛门7宝中所谈到的摩尼珠。玉女宝，这不仅是宝，还是一个人，是最完美的配偶，美丽且贤良，贞洁且端庄，是转轮王身边的贤内助。主藏臣宝，这同样是人，是转轮王身边的文臣，协助君王管理国家，管理财富。主兵臣宝，
这还是人，是转轮王身边的武将，有勇猛，有智谋，帮助君王统帅万军。说回武则天，此时的女皇面对世俗的压力实在太大，好在她笃信佛教，一佛一转轮王的佛门传说给了她精神上极大的依靠。在预言中，未来弥勒佛即将下生，而他自己就是那个转轮圣王。因此武则天封自己为金轮圣神皇帝，并置七宝于庭。但可惜因为史料的缺憾，我们不知道武则天在明堂安置的七宝具体是什么。最大的可能是7座象征意味浓厚的石雕。你可能会问，武则天作为女人也需要玉女宝吗？这个我们并不知道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上一期禅门并不歧视女性中有一个引申话题，在某些说法中，女性因为有障碍，不能有5种成就，也就是成为梵天王、帝释天、魔王、转轮王、佛。不过武则天又是谁呢？作为唯一的女皇，她要打破的就是这些成见。在接下来的8年中，武则天用各种方式给自己又加封了好几次转轮王的称号。不过后来她最终还是放弃了，毕竟女性成为转轮王多少还是牵强。最终她又改称自己为圣母神皇，强调了自己的母性特征。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其实武则天并非是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转轮王的君王，更早的时候，这个称号属于唐太宗李世民。这位事实上的唐朝开国君主，不光被草原民族称为天可汗，也曾被玄奘法师带头尊称为转轮王。只是因为转轮王创造的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度。再往前就是隋文帝杨坚，他也曾被称为转轮王。至于在佛教诞生地的印度，被称为转轮王的君主就更多了，比如知名的阿育王，他热衷弘法，召开节集，几乎被后世默认为转轮王的典型。不仅仅是阿育王，包括他的父亲宾头梭罗，以及后世贵霜帝国的迦尼色嘎，都曾被尊称为转轮王。除了印度之外，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等等国家的君主都曾因护法有功而被视为转轮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凡是佛法传播的地区，护法有功的君主都有可能被推举为转轮王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在藏地更倾向于将杰出的领袖尊奉为菩萨的化身，尤其是文殊菩萨。那么转轮王为什么会如此的了不起？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由来呢？让我们接着聊。娑婆世界中的王，转轮王也是有级别的。根据古印度神话，围绕着须弥山，世界分为4大部洲，只统辖我们所在的南赡部洲的称为铁轮王，能统辖南东2洲称为铜轮王，能统辖南东西3洲称为银轮王，如果能让4洲归顺称为金轮王。而我们世间的帝王们，什么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什么印度诸王，都不过是速散王，如同茫茫大地上的小米粒一样的小小王罢了。也许你会疑惑，为何佛学会勾画出世俗帝王来供人崇拜？
其实稍加了解就会知道，佛学之外，印度教、耆那教也有关于转轮王的描述，所以这个概念远早于佛学，来源就是雅利安人的战车。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认雅利安人是否是战车的最早发明人，然而雅利安人一定是战车的最大受益人。历史上的雅利安人靠着战车这项黑科技，向西远至欧洲，杀戮无数，向东进入印度，统治千年。在人类学家眼中，车轮被誉为世界的最伟大发明之榜首，但在印度先民眼中，车轮就成了神器。在印度的神庙，印度人甚至把车轮雕刻到了外墙上，整个神庙就如同一辆准备起飞的战车。所以所谓转轮王，不过是君王们渴望获得普世统治的崇高理想，而佛学在早期各地传播中，无一不需要借助王权来进行发扬。佛学只是借用了这个神话人物，在印度本土如此，在南传如此，在汉传当然也如此。从汉末到隋唐，佛学为世俗统治者提供了将统治神圣性和合法化的新理论，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。对了，要注意，不要跟十殿阎罗中的转轮王混淆，这是一位推动轮回运转的阴司，在佛学中也有原型。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生命之轮，就是无常的人格化表达。转轮王在现代文化中也进行着演绎，金庸小说《神雕侠侣》中的金轮法王，善使金银铜铁铅五轮，只可惜始终是一位反派。再比如漫威中的奇异博士，在喜马拉雅雪山中的神域修炼，挥舞双掌所激发出来的金轮，可能也有几分借鉴。但要注意，转轮王已是尘世间第一有福之人，甚至拥有跟佛一样的32相，庄严无比，但仍然是众生之一，且仍然会受轮回之苦。阿含经等记载，太古时期有一位叫顶生王的转轮王，借助经轮飞升天界，和天主第四天共坐，结果仅仅因为一个恶念，想要对第四天取而代之，福报尽毁，堕落人间。7日后，轮相马珠，四宝隐没，女藏兵，三宝命中，宝城已变为砖土。世间再无转轮王。你可能发现了，唐朝之后，汉地再无君主自称转轮王，这又是为何？自从唐武宗会昌灭佛，君王和佛学之间相互开始远离，君王拜佛但不崇佛，佛门也找到了真正适合汉地的方向，那就是禅宗的兴起。百丈怀海禅师首创禅林制度，一日不坐，一日不食。佛学远离君主，在民心见性中寻找答案。而到了宋明之后，禅净合流，佛学渐渐的离江湖越来越近，离庙堂越来越远。一定要明白，我们对佛学中的转轮王容易出现某种误读，它并非是某种期待，更不应该成为某种预言。君王所理解的不过是某种世俗谛方便法，而作为红尘秩序的理想模型，必须符合当时的环境，一旦脱离，
就不复存在。后来在西夏太祖李继迁，吐蕃僧人曾尊其为转轮王。还有在明末，蒙古豪强俺答汗也曾被追为转轮王，但在汉地就真的再无转轮王了。一念清净，自心为王。神龙政变之后，武则天褪去所有尊号，在孤独中度过余生。她试图将皇权与佛学两种神圣完美融合的梦想早已化为泡影。她试图扮演转轮王，但因果的种子早已种下，更何况风云诡谲，尽显无常。对我们而言，转轮王的故事只是历史中的故事。我们要明白，禅宗的核心就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想要追求终极的力量和福报，需要依靠对内在心性的觉悟，而如果依靠外界，依靠偶像，皆无作用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